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弃娘不自弃》，汉七晚降星第2季故事解说。销声匿迹多年的张鹤瑶骤然归来，彻底击碎了陆七娘安稳的生活。昔日清贫落魄的少年，如今已是迎娶镇北王府朝阳郡主、身居高位的朝廷新贵。消息传开，邻里齐聚张家门前，议论纷纷，人人痛斥他发达后抛妻弃女、忘恩负义，皆为苦守数年、默默持家的陆七娘倍感不值。热心街坊大娘见陆七娘隐忍委屈，心中不忍，主动劝慰她不必勉强维系这段孽缘，过不下去便果断抽身。大娘仗义直言，不惧得罪为官的张鹤瑶，执意邀请陆七娘带着3个女儿搬去自家暂住。陆七娘感念善意，点头应允。可张鹤瑶心性强势，控制欲极强，见陆七娘决意离去，便搬出陆家先人牌位与旧日恩情强行胁迫，逼她留守张家。此番彻底寒了陆七娘的心，她不再半分妥协，当即吩咐家人收拾行李，严令只带走母女几人的贴身细软，绝不沾染张家一针一线。就连家中饲养的鸡鸭生猪也另行处置，彻底斩断与张家的所有牵绊。一旁的孙顺见状，神色心虚，局促不安。陆七娘当场点破其心思，直言若他真心对得起陆家先祖，便无惧面对仙人牌位，心存敬畏天理。随后他催促收拾行李最慢的大丫加快速度，让二丫上前搭手，尽早逃离这令人寒心的宅院。行李收拾妥当，陆七娘郑重询问张鹤瑶，陆家爹娘的牌位归谁保管？张鹤瑶态度强硬，立刻让孙顺接手牌位，严禁陆七娘带走。望着已然长大成人的孙顺，陆七娘语重心长叮嘱他，往后务必尽心孝顺祖母。祖母半生操劳，受尽辛苦，实属不易。此前邀约他暂住的大娘依旧热忱，再三邀请他长期定居。陆七娘不愿屡次叨扰旁人，委婉谢绝好意。随后他看向张鹤瑶，道出自己最后的底线，不求富贵，只求不被休弃，安稳养大3个女儿。说罢，他主动提出和离，特意叮嘱张鹤瑶撰写和离文书时切勿捏造他的过错，以免污名连累女儿们日后婚嫁。不料张鹤瑶听闻和离，当场冷笑驳斥，直言2人当年从未立下正式婚书，无名无实，根本谈不上和离。得知真相的陆七娘压在心头数年的执念骤然消散，可想起自己数年空守，虚度青春，依旧满心不甘与委屈。情绪翻涌之下，陆七娘当众抬手扇了张鹤瑶一巴掌。她坦荡直言，如今她身居高位，手握权势，若想治罪，自己甘愿受罚。但二丫因她受尽委屈，这口气必须讨要回来。若是今日不为孩子出头，终将成为二丫一生的心结。一旁的前破虏将军萧燕连忙上前劝解，将2人对峙定义为兄妹争执，劝其不必小题大做，闹上官府。张鹤瑶心生不悦，当众质问萧燕与陆七娘的关系。萧燕不卑不亢，坦然表明2人是主仆名分，自己身与心皆归陆七娘所有。萧燕心中暗自权衡，如今自身根基未稳，当众与朝廷官员硬碰硬，只会给陆七娘招致更多祸端，于是选择闭口不争。陆七娘见状也顺势收场，安排人手后续转移家中情处，随即带着3个女儿决然离开张家。众人散去后，旁人纷纷揣测萧燕与陆七娘的隐秘纠葛。陆七宁望着几人背影，笃定断言，萧燕今日的退让，日后必定令他追悔莫及。脱离张家纷争，陆七娘满心感激，连连向萧燕道谢，感念他方才挺身相助的恩情。他坦言只想带着孩子暂住1-2月，寻得居所便立刻搬走，绝不长期叨扰。萧燕性情温和，毫不在意，转身便入厨忙活，为母女几人安顿起居。萧燕一边打理琐事，一边叮嘱陆家老人收拾杂物，告知众人早已提前备好各类调料，虽不擅长下厨，但若缺任何食材物料，可随时告知。孩子们亲近温柔和善的萧燕，脱口喊出爹爹。陆七娘连忙制止，不许孩子随意乱叫，孩童天真无邪，不解大人恩怨。欢喜告知萧燕自己今日赚了钱，今晚要请客吃肉。陆七娘怕孩子失言惹事，急忙呵斥，萧燕却温柔打圆场，宽慰她不必苛责孩童戏言，随即招呼众人进屋安放行李，安心歇息。安顿妥当后，萧燕细心安排住处，将宽敞的东屋留给3个女儿居住，又温和告知陆七娘，暂且委屈她与自己挤在正屋炕上。她主动宽慰陆七娘，家中有看家犬阿黄守院，自己绝无半分非分之想，让她安心居住。陆七娘坦然自嘲容貌寻常，自认眼光不俗的萧燕断然不会倾心于她。萧燕却认真反驳，直言自己眼光通透，深知陆七娘品性纯良，心性坚韧，是难得的璞玉。这番温柔剖白，彻底吹散了陆七娘心中对张鹤瑶残存的最后一丝念想，让她彻底放下过往，决心专心抚育女儿，
好好度日。为改善伙食，大丫提议晚餐做红烧肉、鲜鱼，讨年年有余的好彩头，搭配青菜下饭。萧燕欣然应允，执意亲自去码头采购新鲜食材。陆七娘再三阻拦，不愿她破费，却熬不过她的温柔坚持。赶路途中，大丫向母亲吐露心声，感慨人心冷暖。她直言，多年喊惯的爹爹张鹤瑶薄情寡义，攀附权贵，而素来生疏的萧燕却在他们走投无路时雪中送炭，倾力庇护。他感念萧燕恩情，却恪守分寸，只将这份善意默默珍藏心底。同时，大丫忧心忡忡提醒母亲，张鹤瑶心性凉薄狠绝，既能停妻再娶，便做得出来斩草除根的狠事。如今母女几人彻底与他决裂，若母亲始终不肯改嫁，他心中执念难消，绝不会让他们安稳度日。陆七娘深知女儿所言不假，却始终顾虑萧燕。她知晓萧燕昔日身居高位，战功赫赫，为官多年，树敌众多。如今为庇护他们，屡遭非议，一旦过往身份暴露，引来就敌报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一直盘算尽快搬走，不愿拖累恩人。大丫一语点破关键，萧燕看似随性淡然，实则思虑深远。本不善储物琐事的她，早已提前备齐柴米油盐、日用杂物，分明是早有预判，提前为他们备好退路。这份心意绝非偶然。说罢，大丫便出门采摘槐花，准备做槐花饭。陆七娘细心叮嘱她注意安全。采摘槐花时恰逢大风，大丫暗自感慨时运不济。萧燕见状，立刻上前帮忙解围。回到住处，孩子们躺在柔软舒适的被褥上，满心欢喜，感慨如今的居所安稳温暖，远比从前的日子舒心自在。孩子们私下议论，萧燕善良重义，能力出众，样样胜过薄情的张鹤瑶，也暗自猜测她定是亲心母亲，才会这般尽心尽力守护他们。此前劝解陆七娘的街坊大娘再度登门，询问她后续打算。陆七娘心态淡然，已然释怀，直言往后与张鹤瑶各走各路，互不干涉。她身居官场，前程似锦，自己潜心养女，安稳度日，不再纠缠过往恩怨。大娘却严肃告诫她切勿隐忍退让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她细细剖析厉害，张鹤瑶多年来一直牢牢掌控着陆七娘与3个女儿的户籍，只要户籍未迁出，母女几人便永远隶属张家，始终被她拿捏牵制。若是私下登门讨要户籍，以张鹤瑶的狠绝心性，大概率会杀人灭口。唯一破局之法，便是主动告状，借舆论造势，牵动朝野关注，逼张鹤瑶为保全名声，应允他们迁出户籍，自立女户。陆七娘听完利弊，心中犹豫不决，暂且思虑观望。未等陆七娘下定决心，张鹤瑶突然登门造访。陆七娘神色淡然，略带戏谑调侃她是前来致歉补偿，随即客气邀她进屋落座，躲避屋外寒凉。萧燕从容上前，以官礼称呼其为张大人，姿态不卑不亢，分寸得体。进屋之后，张鹤瑶傲慢自矜，毫无愧色，径直坐于炕上，姿态高高在上。陆七娘直言心中所想，本以为他此番登门是为归还母女几人的户籍文书，不料张鹤瑶直接拿出200两银票，抛出苛刻条件，只要陆七娘终身不嫁，独自抚育女儿，他每年都会拨付200两补贴，若他日后改嫁，便分文无获。陆七娘当即断然拒绝，明确表示自己绝非依附他的附庸，绝不收受分毫馈赠，自身婚嫁自由，无需他插手干预。争执之间，陆七娘忽然提及，当年父亲曾为2人定下婚约，留存婚书，2人并非无名无分。张鹤瑶满脸不屑，当场索要婚书对质。陆七娘坦然告知，所有婚书契书一直由他自行保管，自己从未留存。他不再纠结过往名分，只提出唯一诉求，希望他放行户籍，让自己带着女儿自立门户，真心祝愿他与朝阳郡主和睦度日，彻底了结旧怨。即便陆七娘步步退让，张鹤瑶依旧不肯松口，强硬认定陆七娘永远是张家人，户籍绝不外迁，勒令他重回张家，甚至直言女儿们的婚嫁事宜皆由他全权掌控。陆七娘态度决绝，宁肯孤苦终老，也绝不接受他的掌控摆布。他当众澄清自己与萧燕清清白白，对方只是好心收留，并无私情。为稳住局面，拖延时间，他假意应允考量其条件，随后便将张鹤瑶送走。张鹤瑶离去后，陆七娘全然信任萧燕，愿意听从他的安排，却又忧心张鹤瑶记恨在心，伺机报复连累萧燕，于是提出带着孩子搬走避祸。萧燕随即拿出他的卖身契，表明2人本有主仆名分，相互照拂理所应当，无需刻意避嫌。陆七娘依旧顾虑，张鹤瑶深知萧燕能力远胜自己，心胸狭隘的他定然会伺机打压报复。陆七娘由衷感慨2人格局差距。萧燕昔日战功赫赫，身居高位时，张鹤瑶不过是无名小兵。
一人重情坦荡，一人薄情寡义。萧燕温柔宽慰，自己足以抗衡张鹤瑶的算计，无需畏惧。他当即敲定对策，次日便陪同陆七娘前往顺天府，状告张鹤瑶停妻再娶，罔顾情义。陆七娘不愿他卷入纷争，连忙阻拦，提议自己独自告状，让萧燕留家修缮猪圈，避开风波。萧燕笑着解释，此前遗失的人情门板，恰好可借告状之机顺势找回。众人见状，纷纷感慨陆七娘命运坎坷，堪比苦守寒窑的王宝钏，10年持家育女，最终等来丈夫死而复生，另娶权贵之女的结局。而高高在上的朝阳郡主，终究错认了一头忘恩负义的中山狼。次日，二人前往顺天府递状，却被官府告知，此案牵扯镇北王府与在职高官，层级过高，顺天府无权审理，需前往刑部递交状纸申诉。交涉之际，陆庆宁突然现身府门，见陆七娘神色落寞，状态反常。再三追问之下，陆七娘如实道出所有原委。陆庆宁又气又急，责怪他糊涂隐忍，直言张鹤瑶背靠王府，权势滔天，寻常告状根本无用，只需稍加打电，便能让母女几人无力抗衡，受尽苦楚。他连忙叮嘱陆七娘切勿贸然硬碰硬，更不可将此事告知五公子，以免耽误其殿试前程。自己会暗中打探张鹤瑶的底细与门路。二人归家后查看猪圈修缮进度，萧燕全程监督搭建的猪圈规整干净，坡度合理，排水通畅，实用性极强。陆七娘连连夸赞他心思缜密，做事周全。随后陆七娘托孙顺传话，亮出自己的最终底线，只要张鹤瑶放行户籍，允他自立女户，自己便立刻撤状，既往不咎。孙顺却出言劝解，认为陆七娘步步紧逼，只会彻底寒了张鹤瑶的心，断了日后的帮扶依仗。陆七娘满心嘲讽，傲骨铮铮，直言自己就算沿街乞讨，度日艰难，也绝不会向薄情负义之人低头半步。他再次托人传话，勒令张鹤瑶尽快办妥户籍迁移，若执意阻拦，自己便持续告状，绝不罢休。往后专心赚钱养家，为女儿积攒嫁妆，谋划前程。不久后，孙顺主动找到大丫坦诚求亲，坦言会亲手赚取20两聘礼，真心相待，绝不嫌弃他的出身，会给他安稳体面的生活。大丫心性通透，清醒独立，一眼看透孙家趋炎附势的本性，果断拒绝求亲，自嘲出身低微，配不上对方，让孙顺另寻良配，不必纠缠。一旁的萧燕暗自夸赞大丫拎得清分寸，处事果断。事后，大丫直面萧燕，认真质问他对母亲的心意，究竟是真心爱慕，还是仅为报恩的权宜之举？若是只是报恩，恳请他不要再让半生凄苦的母亲遭受2次伤害。萧燕郑重回应，自己的守护不只是报恩，更是心甘情愿的选择。他早已决意终身守护陆七娘，用心善待母女几人，绝不会让负义攀权的张鹤瑶继续肆意妄为。大丫连忙劝阻，不愿他为母亲以身涉险，鱼死网破。萧燕沉稳宽慰，无需急于一时，先安稳立足。他是谋生，静待时机，终会让恶人付出代价。为养家糊口，安稳度日，一家人开始规划生计。大丫提议自己带三丫去码头摆摊卖点心，让萧燕做搬运活计，兼顾归家喂猪，两全其美。陆七娘当即否决，码头人员混杂，鱼龙混杂，孩童摆摊风险极高，且搬运劳累伤身，并非长久之计。一家人一时陷入两难，不愿坐吃山空，却暂无稳妥营生。萧燕宽慰众人不必焦虑，给自己1月时间谋划，打算规整码头空地，搭建固定茶摊，对接商旅生意，做长久安稳的正规营生。不料生计规划未定，码头突发大规模工人斗殴，两拨人马因货船卸货优先权争执不休，大打出手。旁人急忙求助萧燕前去镇场，还叮嘱他遮掩面容，避免昔日破虏将军的身份暴露，惹出事端。萧燕安抚陆七娘，带孩子先行歇息，随即赶赴码头。抵达现场后，他快速理清冲突根源，定下公平规矩：东船优先卸重货，西船优先卸轻货。双方人手协同作业，务工损失按货单比例分摊，斗殴者扣除1成工钱用于补偿伤者。面对不服管教的闹事者，萧燕冷静剖析利弊，直言持续僵持只会导致船只搁浅，全员追责赔付。众人瞬间醒悟，纷纷停手分工，有序劳作，快速平息混乱。深夜，萧燕归家，陆七娘彻夜未眠。大丫陪伴母亲身侧，劝慰她尽情宣泄委屈，哭过之后便与过往和解，好好生活。陆七娘心绪翻涌，感慨近日起落变故如梦似幻，猝不及防。大丫再度直言，萧燕的人品、能力、心性皆远超张鹤瑶，重情踏实，靠谱可靠。提议摆酒公开母亲与萧燕的关系，堵住旁人闲话，让张鹤瑶彻底死心。
陆七娘果断拒绝，她心思通透，不愿拖累萧燕前程，认定对方只是感念恩情，不善拒绝，并非真心想要捆绑纠葛。贸然公开关系只会耽误她的人生，暗自盘算日后与她划清界限，避免牵绊误会。萧燕进屋后，陆七娘连忙关切询问其是否受累受伤。萧燕坦言仅出面协调分工，未曾参与斗殴，全程安稳无碍。众人由衷感慨，萧燕仅凭几句话、几条规矩，便镇住躁动人群，化解纷争，格局眼界远超常人。同行的刘星对萧燕愈发敬佩，悄悄提议联手倒卖私盐，无需经手货物，借用码头场地便可赚取暴利。萧燕当即严辞拒绝，陆七娘更是满心紧张，厉声告诫刘星私盐是国法重罪，绝不可碰，严肃叮嘱萧燕切勿为薄利铤而走险，自毁前程。他深知萧燕半生蒙冤，历经坎坷，只盼她坚守本心，遵纪守法，安稳度日。萧燕正中应下，耐心安抚陆七娘，坦言自己绝不会作奸犯科。他直言私贩盐铁祸国殃民，既损害百姓生计，也辜负戍边将士辛劳。自己纵然身负冤屈，也绝不会祸乱社稷，转嫁苦难。陆七娘自觉方才言语急切，连忙致歉。萧燕毫不在意，主动承诺后续码头事务悉数报备，任由他监督提醒，彻底打消他的顾虑。为求长久安稳营生，萧燕规划出一套清白合规的码头生意，为商船排序停靠，收取加急速通费；为客商对接立功，标识与货站抽取合理佣金；规整空地设置收费摊位，配套巡护清扫服务。所有营收账目透明，来路清晰，不碰禁物，不欺弱小，合规经营。陆七娘看完规划，彻底安心，由衷感慨萧燕格局开阔，品行端正。次日，一家人前往码头实地考察生计，途中路过猪圈，孩子们兴致勃勃投喂小猪，为其取名。天真询问萧燕年末售卖时是否会不舍，萧燕坦然坦言心生不舍，却也无奈直面生活，顺势感慨牲畜劳碌一生尚且安稳，人更该知足惜福，好好生活。路上，三丫央求母亲寻一株凤仙花苗，回家栽种用来染指甲。陆七娘温柔应允。抵达码头考察后，一家人敲定稳妥营生，制作耐存放、便携饱腹的干粮肉干，开设茶摊服务商旅，同时售卖跌打损伤、清热解暑的家常成药，薄利多销，长久经营。萧燕拿出军中秘制的低成本干粮配方，包揽启动本钱，无需家人费心操劳。二丫胆大机灵，擅长议价，主动对接药商谈合作，分期结算药款，规避分账纠纷，不伤人情。陆七娘如约寻回凤仙花苗栽种家中，一家人各司其职，稳步筹备。清贫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与盼头。可安稳转瞬即逝，一场无妄之灾骤然降临，家中精心饲养的12头小猪一夜之间全部暴毙。陆七娘看着满地死猪，瞬间崩溃落泪，满心绝望。被张鹤瑶抛弃时，她尚且坚韧，此番生计尽毁，却让她彻底心生悲凉。有人提议将死猪售卖，挽回损失。心怀良善的陆七娘断然拒绝，不愿将不明死因的猪肉流入市场，坑害百姓，执意挖坑深埋，杜绝疫病隐患。众人查验确认，小猪并非染病而亡，而是遭人投放砒霜毒害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这是张鹤瑶的恶意报复。他见母女几人走出阴霾，日子渐稳，便心生嫉妒，刻意毁其生计，逼迫他们走投无路，重回自己掌控之中。陆七娘看透世道不公、官官相护的现实，满心悲凉。张鹤瑶停妻再娶，伤风败俗，却无人追责。自己一介弱女子生计被毁，更是求告无门。他终于明白，世人寄望神明，皆因人间委屈无处申诉，只能期盼天道昭彰，善恶有报。萧燕见他几近崩溃，温柔安抚，郑重承诺定会查清真相，讨回公道。陆七娘早已身心俱疲，不愿再纠缠纷争，只求风波落幕，归于平静。萧燕遣走孩子们，独自陪伴宽慰他，二人闲谈过往苦楚。萧燕坦言自己此生最绝望的时刻，便是蒙冤身陷绝境时，至亲之人选择放弃自己，让他满心寒凉。陆七娘满心心疼其坎坷身世，萧燕却淡然一笑，直言历经磨难，才有幸遇见他与孩子们，拥有如今的安稳。他坦言当下便是自己最难熬的时光，看着他屡受磨难，受尽委屈，自己却无法即刻为他抚平伤痕。二人闲谈之际，贵客骤然登门，竟是镇北王府朝阳郡主。他气场强势，姿态高傲，开门见山，直言此番登门是为处置丈夫张鹤瑶的私事。陆七娘淡然回击，二人夫妻私事，理应闭门自行了结，无需登门惊扰旁人，徒增笑话。郡主随从当即厉声呵斥陆七娘不敬郡主，胆大妄为。陆七娘毫无惧色，从容对峙。
论名分自己才是原配，郡主本是后来之人。他已然退让成全，对方却依旧步步紧逼，赶尽杀绝，实在过分。郡主随即平退所有随从，独自与二人交谈，坦然道出内情。张鹤瑶迎娶自己，全然是为依附王府权势，心中始终挂念陆七娘，自己不过是他攀权求势的棋子。郡主直言，小猪被毒杀一事是明确警示，今日遭殃的只是家禽。若陆七娘依旧不肯彻底斩断与张鹤瑶的纠葛，固执己见，明日遭殃的便是他的3个女儿。孩童误食毒物便是灭顶之灾。随后郡主抛出所谓双赢条件，限他1月之内改嫁他人，彻底断绝张鹤瑶的念想。郡主极力举荐萧燕，直言其品性、能力、家世皆远超张鹤瑶，连镇北王当年的联姻提议都被他婉拒，品行难得可贵。只要陆七娘嫁给萧燕，张鹤瑶彻底死心，两边便可各自安稳，互不打扰。陆七娘态度坚定，绝不妥协，直言自己只求安稳养女，踏实度日，绝不刻意攀附，为自保随意婚配。他厉声警告郡主，谁敢动自己的女儿，便拼死相搏，鱼死网破。郡主见状不再劝说，坦然承认投毒之事是张鹤瑶暗中授意，自己仅代为传话施压，随后转身离去。郡主走后，萧燕凭借过人能力，成功讨要到10两银子赔偿，涵盖买猪本钱与饲养损耗，令人惊叹不已。萧燕点破郡主此行核心目的，便是逼迫陆七娘改嫁断念，了结旧情。陆七娘心生悲凉，感慨高位者肆意拿捏底层人命，漠视众生疾苦，也暗自担忧萧燕若日后重归仕途，终将沦为这般冷漠权势之人。接连的恶意报复让陆七娘心生畏惧，深知自己无权无势，无力抗衡权贵，更不敢拿女儿性命冒险。为彻底平息风波，护住家人安稳，她鼓起勇气向萧燕提议，暂且假意成婚，掩人耳目，以此断绝张鹤瑶的执念，保全一家安稳。萧燕毫不犹豫，温柔应允，让他收好赔偿银票，择日重启生计，安稳度日。风波暂歇后，次日清晨，萧燕便收拾行囊，独自远行，未曾当面辞别，仅让大丫代为传话，告知此行少则5、6日，多则10余日便归。陆七娘得知消息，满心失落，暗自猜疑，误以为萧燕听闻假嫁提议，心生畏惧，刻意逃避。昨日温柔应允相助，今日便不辞而别，让她满心不解。孩子们连忙宽慰母亲，坚信言出必行的萧燕定会如期归来，还期盼她带回花环与新奇物件，天真猜测进山的萧燕或许能猎回猛兽。连日阴雨连绵，陆七娘日日牵挂远行的萧燕，担忧她淋雨受寒，无处避雨，日夜祈祷苍天明辨善恶，惩处奸恶之时，切勿误伤善良坦荡的萧燕。历经生计尽毁，无端遭难的重创，陆七娘心力交瘁，决意暂时放弃养猪营生，不再冒险折腾。她满心感慨，自己一生安分守己，步步退让，从未招惹是非，却祸事不断，难求安稳。一家人重整心态，另寻出路，以仅剩的10两银票为本钱，做起小本吃食生意。大丫头脑灵活，思路清晰，规划售卖耐储便携的炒面、厚油饼，搭配各类酱菜、腌菜，同时售卖虾皮、虾酱、果脯等货品，高低搭配，薄利多销，适配码头商旅需求。同时延续药材生意，售卖家常便民成药，自主进货，自主营收，规避人情纠纷。街坊邻里素来认可陆七娘的善良踏实，知晓她挣钱只为抚育女儿，积攒嫁妆，纷纷鼎力支持她的小生意。阴雨连绵的日子里，一家人彼此宽慰，相互扶持，一边稳步筹备营生，一边静静等候萧燕归来，满心期盼雨过天晴，苦尽甘来。